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1号星期六，周末了。哎，今天起晚了，今天第一个训练日。今天一睁眼5点半，昨天睡了9个半小时，这不可思议。今天本来也想跟大家聊聊关于我的睡眠，因为睡眠这个东西每个人差异更大，所以呢，没有什么很普世的经验分享，就跟大家聊聊我不是个睡眠很好的人，别看昨天睡的时间长，这都是就很不常见的。但是今天我给自己安排了个课表，1分钟快慢30组，现在是热身阶段，热身是自由模式，一会儿到了大阪城再就开始。就给自己安排这个课表的原因是，今天要稍微跑快一点，今天白天有事儿，上午的时候不能太晚。然后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还是直播，好吗？30个1分钟快慢不少了，我原来极限的时候也就是这30个，如果是2分钟的，最多的时候是20个。1分钟快慢就快1分钟，慢1分钟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再聊。估计热身得持续4公里到5公里的样子。像一般这种课表或者是周3的早训练，我的热身呢4公里到6公里之间，然后到最后呢会加速，刚才已经加完速了，然后快结束之前减速，就休息一下。周3的强度课合练的话，就是用那个集合和热身的时间就休息了，会比这休息的多。你今天晚了，大阪城人多了，有的时候晨跑和白天就差这1个小时，风景就不一样。一会儿我们进了大阪城就开始第1组。对吧？平常看不见这么多人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这种训练，尤其是按时间的训练，就自己给自己算距离。像我的目标今天还是要跑21，那就算距离，就你看30次1分钟快慢就1个小时嘛，差不多10来公里，10多公里，然后再加来回的，就差不多了。上个月野口先生跑了830多公里。好，准备，我们到4公里的时候开始。然后野口先生发了他这几个月的训练，最少的1个月也600多公里。就他是典型的耐力型的选手。像对我来说，我跑长距离，就比赛，长距离的比赛，我的失败一般会失败在什么地方呢？可能就是耐力不行了。然后对于耐力型的选手呢，可能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可能会是，也许是一开始的速度加得太高了。你昨天睡了那么长时间，今天感觉特精神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因为一般我都是睡不了多少，你看，就算我睡这么早，我可能也是7个小时。哎呦，大姨妈，3，好，准备了啊！等我这表跳完，好，走，第1个。我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是7个多小时的睡眠。但是其实对我这年纪已经很不错了，关键是我大部分时候晚上都没事儿，不用加班。
但是我早上起来老有事儿，今天就耽误了。今天早晨该干的事儿没干。3分25的平均配速，你紧接着热身完了就跑，就和要休息一段时间再跑就不一样。为什么说我睡眠不好呢？因为就我不是那种强需求睡眠的那种基因。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，我从基本上有记忆以来，我几乎就没睡过午觉。但小孩哪有不睡午觉的？但是在幼儿园集中午睡，我也睡不着。从小特能熬夜，我其实是个特能晚睡晚起的人，所以有时候能坚持晨跑，我自己挺为自己开心和觉得自己了不起的。又一组了，准备走。那小伙冲我点了一下头，而且他在右边跑。来蹬，我感觉这强度在这快的这一组的时候不太能顺畅说话。而且晚这1小时，明显感觉太阳变大了。3分24。而且我喜欢这种按时间的变速跑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虽然按距离的也有倒计时，高驰也会有倒计时，它会估算，但是那觉得特煎熬。为什么呢？他从10秒开始倒计时，他判断10秒你就跑完了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掉速，他会多想一下，甚至多想2下，所以最后他说要一开始想就玩命想加速，这个也是歪打正着吧，一种激励模式。而按时间呢，它就准确按秒。还有20秒，还有19秒，下一组了。所以我老说运动员选材嘛，能睡能吃，不容易长胖，身材好，这是基本，其他在后天练。走，下一组。来蹬，他们俩也在练强度。ご苦労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田中先生和平田先生可能也是在训练有课表的。今天穿的 Metaspeed 的 Edge。想看我完整训练效果的，就去看 Strava， 每个视频的描述区都有链接。3分22，幸亏有这一条平路。还可以哈，那咱们待会儿再聊，我稍微缓一缓。刚完了1/10，是不是？你跑马拉松的时候，千万别4公里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，那你觉得好长啊？
怎么着从12公里开始，或者14公里比较合适。1到14公里不太累，一看已经1/3了，对吧？哦嘿，大太阳，好久没见这种感觉了。行，一会儿聊，加油干！刚刚跑完第28个，第28个的平均配速是3分27，前28组最慢一组是3分28，其他都在差不多3分25左右。3分27就挺慢了，因为我想最后2组顶一顶，因为按照这个路线最后一组是上坡，就是说下边要开始的倒数第2组是最后一个平路，马上第29组，2、1、0，走！3分14平均配速，还行啊！我刚才看见他们一帮人，我都没来得及回头，心率174，现在。还有10秒，最后一组就跑出大半程，要上一个坡。1，走！太逗！哇，3分13，不错，我算错了。你看，才开始上坡，我已经到了，计算失误。但是我这种，你看30组，至少最后一组，我是最后2组，使劲往上顶。大家看我的 Strava 能看到的，所有的前面的28组，最快的一组好像是3分21。可以给大家算个账，你就这样想：如果是3分30的配速，就是1公里快慢啊，快的那组是3分30，慢的那组是5分，那就是3.5加5，就是8.5。因为是1分钟快慢，所以
就可以当做平均的来算，就是8.5分钟2公里，可以这样算。那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4.25，就是4分15秒。但是显然这种跑1个小时，要比4分15跑1个小时对我来说压力大得多。当然我不是3.5，我是3.33，差不多。如果是3.33的话，就是4.15，就4分10，对吧？所以也侧面回答那天有小伙伴说，速度和就是强度和这平均速度的关系。没看那些小伙伴可以插一句，我总结一下，就是跑到我这程度就需要该快快该慢慢，快要顶上去，因为现在需要拉高天花板，因为其他我已经不太缺了。初跑者或者说马拉松男性在3小时上，或者在3小时多的，那就是跑就是了，就是整体的平均配速不太慢，就会有进步。因为大多数普通人的天花板都差不多，就是速度的天花板。那咱们接着说睡眠。睡眠不好是会对跑步有特别大影响的。这个不好的前提是连续的，就是如果你比赛第2天有比赛，前1天失眠了，就1天没问题的，真的没问题的。就甚至你看我出国比赛，去纽约有整个的时差，问题也不大。而且我的经验是，从中国去其他地方比赛，除了去日本或者去夏威夷以外，大多数时候都是适合比赛的时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你会早困，因为比方你去欧洲，可能那儿的中午12点，这边已经是晚上7点了，北京或者6点，这样你就变相的早睡早起了。比赛前1天的失眠我也有过，我有过很多次，我差不多有1/3的比赛前1天晚上都会失眠，因为差不多在那次副中心比赛之前，我的跑步生涯大多数还都是没有那么早起，只有在新加坡的时候早起，所以不适应早睡早起。你说你平常都10点11点睡，然后要比赛了，说让你8点睡，一般人睡不着，而且心里有压力，越有压力越睡不着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赛前1天失眠影响不太大，就是让大家别太紧张，别太因为紧张睡不着，你就顺其自然，能早睡就早睡。但是呢，小窍门是，你提前2、3天倒时差。如果您平常是晚睡晚起的话，倒时差也有小窍门，就是先硬的早起。就比方说你晚上肯定是睡不着的，对吧？然后你也不能说我今天差1个小时，明天差1小时，倒10天20天，因为很多人可能工作生活不允许。你可以就从周三早晨，你就给自己上闹钟，让自己早起，就是缺乏睡眠那种。比方你前1天还是11点睡，第2天你就特别早，然后6点你就起来，第2天晚上你肯定睡特别早。第3天呢，别睡懒觉，就是周3晚上睡特别早，第4天别睡懒觉，你接着早起。然后周5最后一个工作日，等于最多影响您周3晚上的夜生活和周4晚上的加班，因为一般周5晚上就不加班了，对吧？然后周6再有1天，你到礼拜天周6晚上睡，你绝对没问题。至于吃药这个事儿，实话实说，褪黑素对绝大多数人只有心理作用，就是它，当然这个不科学啊。我的比喻就像前几年流行叫什么左旋肉碱，对吧？它不是说你就吃了就管用的。像左旋肉碱是你得吃了配合运动，
像褪黑素，我觉得它是锦上添花，不能雪中送炭。你看都赶上上班的早高峰了，今天现在都7点49了。至于其他的药，大多数的药都是处方药。您要是本身有轻微睡眠障碍，您长期有医生给您开处方，那可以。就我有的时候会有比较严重的，就是早醒睡不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有处方。但是没有处方的话，您肯定不能自己乱吃这种处方药。那都是有害无利的，就不值当的为了一场比赛。当然了，话说回来，如果这场比赛对您非常非常重要，那您不妨您就去看个医生，因为这种处方药虽然它是处方药，但是您只要正常的吃，大多数人不会有危险。您就看医生，他给您开，他一般现在开的量一次都特别少，但是你别到比赛那天现吃，你提前试2次也行。我吃过一次，大阪马拉松的时候吃了1次，因为在家门口这个比赛，当时想冲成绩，心理压力巨大，就是能睡着我也吃了1次。但是我因为有吃过的经验，我自己心里有底。但是如果你要是连续的睡眠不好，训练就要降强度。我前段时间从欧洲回来就是每天都会早醒，因为有时差，就我还是7点半能睡着，但是呢1点半就醒了，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。那一天就特别难受。第一天还好，第二天醒也是1点多醒了，先知道5点多去跑步的时候就已经特难受了。我这样连续了4天，然后突然就好了。突然有一天一下也是起晚了，睡到了5点半，就觉得睡特好。大概就是上个训练周期，然后又正常了几天，就是半夜还是会醒1次，但是能睡着了，如果使劲睡的话。然后就是今天了，又是一睁眼5点半了，就觉得睡得特别踏实。我用的睡眠监控软件是 Apple Watch 上的 Auto Sleep， 是个付费软件，那软件挺好的，就是它能统计你的睡眠的，就是它有一睡眠银行，告诉你欠了多少的债或者赚了多少。我的经验是，欠的早晚都得补回来，我差不多补回来了，所以呢，最近身体状态就开始好起来。连续的睡不好对身体状态的影响，对运动表现的影响巨大。就像那次我没有说那件事儿，就基普乔格接受采访说，因为某些事儿被网暴，然后东京马拉松之前的休息出问题。就假设是真的3天都没有睡好觉，那神仙也跑不好。当然对他来说的跑不好可能也是2小时0几分，就是每个人就会碰到自己的下限。但是我的经验是，就是倒不会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，因为那2天我也在留意我的心率。我那几天说睡不好的时候，也每天都发视频，大家也能看见，就没什么事儿。就是你觉得累没劲儿，头昏沉沉的，这种时候你要是在公路上跑，注意交通安全。我觉得该练还是得练。就大多数时候，只要您没有基础病，像你有个几天睡不好觉，最多就是练得不舒服，不至于，真的不至于。普通人说跑着跑着就把自己跑死了，你真的不会的。包括有人说，关节出问题或者什么出问题，您相信我，不跑可能您也得出问题。像我到这年纪，我同年龄的小伙伴，我认识的一些身体多多少少都出问题。
哎，6月1号星期六清晨7:57，训练结束。对哈，今天儿童节呢，是不是？那屏幕前有小朋友，节日快乐。然后有小朋友的家长，今天是不是带着玩一天？我小时候到6·1就是带着玩一天，现在想想，爹妈真的挺累的。今天还是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4分21。最快1公里3分13，平均心率154，最大心率177。训练重点是最大摄氧量。你看，如果我用匀速跑4分21的半马，我是相对轻松的，不像今天这个30组1分钟快慢这么来。没跑过这种训练小伙伴们可以试试，尤其是在公路上，适合这种时间的，而不是距离的这种变速，因为你自己可以算红绿灯什么的。甚至说，你看前面有一红灯，你慢，如果真的就差那么20-30米，你慢一点或者快一点也就过去了，对吧？你按距离的那就没办法了。我开始跑按时间的变速跑，也是因为那时候在北京马路上。刚才这个相机没电了，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关于睡眠，就是睡眠期间的心率变异性，这我一直是持保留意见的，就是我觉得它只是用来验证的，而不是用来诊断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像这些年体检流行的，所谓的叫什么肿瘤标记物，对吧？那个东西也是，它不是适用于普通人去诊断的金标准。它是说你本身是患者，你经过治疗，然后呢，你靠那个去发现你有没有复发或者治疗的效果。我觉得心率变异性跟这个特别像，就是你病了，现在感冒了不舒服，或者说我觉得自己要感冒了不舒服，哎，第二天我一看心率变异性变低了，变得特别低，哦，我判断可能是对的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如果它没变，你觉得不舒服，你该不舒服不还是不舒服吗？对吧？你不能说我都发烧了，我都咳嗽了，我特别难受，一看心率变异性还100多毫秒，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的出去疯狂的跑步，是不是也不会？好吗？那就这么着。今天这30个1公里快慢挺顶的，小伙伴们不妨试试，这种在手表上也好设置，而且它倒计时也准，对不对？试试30个顶不下来的话就20个，10个太少了，就是可以是10组2分钟快慢。2分钟快慢也是间歇1分钟啊，就2分钟快1分钟慢，10个可以从这个开始。然后呢，可以试试20个的1分钟快慢，然后可以试试20个的2分钟快1分钟慢。但是我的体感是20个的2分钟快1分钟慢要比今天我这个30个的1分钟快慢要顶，因为1分钟的快说白了，你可能最后最多就顶20秒，就是前40秒其实你是没事儿的，就最后20秒很顶。但是2分钟的话，你可能有1分钟都很顶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今天不跟大家多说了，一会儿有事儿得外出，回去赶紧剪辑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咱们直播间见。